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华泽子苑医生所著的《精神科医教你如何实现无压力生活》这本书。与常见的商业书籍不同，这本书不仅仅是精神论，如简单的建议逃避压力或不在意压力，而是深入探讨了具体的应对方法。书中总结了各种重启人生、实现无压力生活的方法，帮助读者找到保持身心健康的诀窍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通过这些方法成为一个无压力的人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4个部分：第一，无压力生活的基础，通过行动消除不安；第二，不被他人意见左右的方法；第三，应对害怕被人讨厌的方法；第四，忘记讨厌事情的方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无压力生活的基础，通过行动消除不安。作者断言，感到不安必然是正处于某种危机或困境中的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大脑会分泌一种叫做肾上腺素的物质，这会强烈促使您快速采取行动。因此，越是不去做些什么，放任其不管，这种不安就会越强烈。反过来说，如果采取行动的话，就可以消除不安。许多人在烦恼时，会陷入问自己怎么办的思维停滞循环中，但只要不采取行动，无论是什么烦恼，问题绝对不会得到解决。即使不安不能一下子消失，但通过我们的行动，肾上腺素这种不安的能量会逐渐减少，不安也必然会减轻。采取行动不仅能帮助我们缓解不安，还能让我们感受到自己对生活的掌控感。无论是小的步骤还是大的决策，只要迈出第一步，后续的行动就会变得更加容易。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意识到行动的重要性，并在面对困境时，勇敢地迈出行动的步伐。通过这些行动，我们不仅能够逐渐消除不安，还能够提高自信心，增强面对未来挑战的能力。无压力生活的基础在于行动，只有通过不断的行动，我们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生活，减少不安，过上更加轻松愉快的生活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不被他人意见左右的方法。事实表明，听从他人的意见会让您不幸福。很多人会被周围人的意见所左右，特别是父母、上司等权威人士说的话无法反驳，被强硬态度的人压制。对于这些困扰，您需要明白，不同人说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例如，您的父亲、母亲、上司以及您的朋友们，他们说的话都会不同。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发表意见，并强加给您。如果每次都迎合这些意见，您就必须在这里和那里都要做个好脸色。然而，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。参考某人的意见去行动，必然会被其他人所批评，导致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最终陷入迷茫的人生。此外，您周围的人会随意告诉您应该这样做、那样做，即使您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并且失败了，也没有人会为此承担责任。如果您向他们发泄不满，他们甚至可能会说：“我说过这样的话吗？”虽然您真诚地接受了他们的建议，但他们往往并不记得。因此，你应该建立自己的意见，只把别人的意见当作参考。最终，您的人生应该由您自己决定。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意愿和想做的事情。如果你有明确的目标，就不会被他人的意见所动摇。然而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不知道想做什么，没有自己的意见。为此，训练自己的方法就是输出。输出是指说出来、写出来、行动起来。通过言语可以推进思考，实际行动可以明确判断是否正确。作者特别推荐写日记训练。您可以写在自己的笔记本或日记本上，但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效果更好，因为别人会看到，有可能会被批评。这种紧张感会让您认真对待这件事，进一步提高输出的效果。作者说，即使只是对新闻发表评论并分享或转发，也是一种训练。通过每天记录自己的想法和感受，你会逐渐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，从而增强自我的控制力。如果平时什么都不想，
遇到问题就会无法反驳，只能随波逐流。因此，平时要多思考各种问题，准备自己的最佳答案，这样就不会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了。通过这些方法，您可以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，不再轻易受到他人意见的影响。重要的是要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并不断通过输出和实践来验证和调整。最终，你会发现自己的人生由自己所掌控，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应对害怕被人讨厌的方法。以下是一些核心要点。首先是第一个要点，127法则。根据127法则，在10个人中，总有1个人无论如何都会讨厌您，有2个人无论如何都会喜欢您，而剩下的7个人则是无所谓的人。这个法则说明了我们在社会交往中会遇到各种不同态度的人，喜欢我们的人，讨厌我们的人，以及中立的人。想要所有人都喜欢我们是不可能的，追求这种目标只会让我们感到沮丧和不快乐。因此，我们应该优先关注那些喜欢我们的人，而不是费心去讨好那成讨厌我们的人。通过记住127法则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有支持者的，这会增强我们的自信和勇气，让我们更加幸福。接下来是第2个要点，别人的情感是别人的问题。作者认为，试图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的努力有 99% 都是徒劳的，因为他人的情感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，不是我们可以轻易改变的。某人喜欢您还是讨厌您，是对方的情感问题，所以担心别人讨厌您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能做的只是改变自己，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和言语来影响别人对我们的印象和情感。尽管我们无法直接改变他人，但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人际交往方式来改善人际关系。与其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担心被别人讨厌，还不如花时间去提升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。通过不断的自我提升和改变，我们就可以改善与他人的关系，也可以让自己变得更有吸引力，从而减少被他人讨厌的可能性。最后是第4部分，忘记讨厌事情的方法。以下是一些核心要点。首先是第1个要点，不要输出讨厌的事情。很多人在遇到讨厌的事情时，习惯于向家人、朋友倾诉，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泄。然而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输出负面情绪。根据大脑的记忆机制，输出的越多，这些不愉快的记忆就会越深刻，甚至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都难以忘记。正如试图忘记苹果等于 Apple 这个单词的意思一样，已经被深刻记忆的事情要消除是非常困难的。因此，失恋、生气、失败等负面事件，最好不要多次输出。作者建议坚持1次输出的原则。如果真的无法忍住，可以找最信任的人倾诉1次，这样既可以发泄情绪，又不会加深记忆。1次的倾诉足以缓解内心的压力，而多次倾诉则只会让负面记忆更加深刻。接下来是第2个要点，每日3行积极日记。如果难以摆脱负面的记忆，写3行积极日记是非常有效的方法。每天结束时，写下当天发生的3件快乐的事、积极的事，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也可以。例如，看到一朵美丽的花，和朋友进行了1次愉快的对话，或者完成了一项工作等。晚上临睡前是记忆的黄金时间，如果在这段时间里回想负面的事情，记忆会更加深刻。相反，写下3行积极日记，带着愉快的心情入睡，可以有效消除负面的记忆。我们的大脑无法同时处理多件事，想着愉快的事时，负面的事就不会浮现出来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